你知道，但凡是个麦块玩家，都有所谓的高原期哦。一开始遇到苦力怕还会觉得很刺激、很恐怖，但像我这样玩了10年之后，在我脑袋其实就是铁剑4下的事情。这种转变非常可惜啊，毕竟游戏之所以好玩，就是因为挑战与能力相符嘛。但是现在我们太强了，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把怪物难度提升到我们的程度，让以后跟怪物交手时，都要像第一次遇到苦力怕时一样，谦卑再谦卑呢？所以这次呢，我特别找来了7款的 RPG 模组，把战斗系统给改了，动画也全部重做，甚至呢还有可以重复探险的地下城可以攻略。不过在开始之前，各位观众，咱们这次有干爹了。本集影片由废土伺服器赞助播出，一个居民们都非常友善的优质生存伺服器，你可以在里面和大家学习建筑，也能够尽情享受特别优化过的工厂系统。甚至呢，在欢闹之余，我们也能够一键开启经营模式，享受一个人的沉浸感。首先今天的第一款模组是类魂宇宙。Souls-like Universe 类魂宇宙是知名 RPG 模组史诗战斗的扩充，以黑暗灵魂这款高难度游戏为借鉴，分别重构了战斗与动画系统，也增加了比原版难上数倍的怪物以及 BOSS。所谓的战斗系统重构，是真的让战斗的整个玩法打掉重练了。现在你的攻击会根据武器的不同而有刺击、挥砍、劈砍等等的变化，也能够侧跳躲招，而且这些攻击都会产生所谓的空档，就像是现实中的拳击一样哦。你的直拳如果打空，接下来侧面就会陷入毫无防守的状态，这时候呢，对手就能够趁机而入。这种需要高度专注于攻击、闪避以及防守的玩法，远比当年官方的1.19的战斗更新还要更丰富。这些所有的攻击动作都是我所谓的动画，你会发现就连走路姿势跑步姿势，甚至连飞行姿势都不太一样了哦。上次我拿实时战斗来拍 B-roll， 就有观众误以为它是动画模组特地来问到底是哪一款。而怪物方面当然也引入了同样的系统，现在的僵尸会挥舞他的小拳头，骷髅弓箭手不拿弓箭而是拿刀砍。在对战上，怪物与玩家之间就能够产生很多火花哦。僵尸的拳头攻速很快，玩家的铁剑却有很大的空档，所以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跟他保持安全距离。面对时间骷髅就很像剪刀石头布了，抓住他攻击的瞬间撤掉躲避，然后趁着你创造出来的破绽砍下去。这种互动是实时战斗的基本玩法，但如果只是这样就太简单了，对吧？类魂宇宙新增了一大堆富有黑暗灵魂风格的怪物，他们就像是一个活生生的敌方玩家哦。每一个怪物的招式跟习性各有不同，有些技能会瞬间晋升，有些则会有很大的空档，但被砍下去就直接死掉了。你需要经历过不断的闪避被砍、闪避被砍之后，才能够发现他的习惯以及弱点在哪里，最后才能获得一场战斗的胜利。这个就是我所谓当初遇到苦力怕的谦卑每一场战斗都是充满了挑战性，但是都非常好玩。接下来呢，我会以类魂宇宙为核心，介绍几款我认为能够让它更好玩的辅助模组。第二款模组，我想透过走上去来解决战斗过程中地形卡卡的问题。Step It Up 走上去是个能够让玩家直接走过一个方块而不用跳跃的模组。在实时战斗的系统中，我们会很专注于敌方本身而很容易忽略了脚下的地形。不然麦块的地形特色反而成为了阻碍，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加上走上去模组，让我们不用太在乎地形的变化，专心在眼前的战斗就好了。这个麦块原本的自动跳跃又有微妙的不同，原本自动跳跃会在很接近方块时才会触发跳跃动画，有时候会跳跃失败，或是因为撞到方块而结束跑步状态。这些在高强度的战斗中很打断节奏而走上去就真的只是走上去而已，不花费额外的动画与时间，就像走在平地一般走上去而已。接着呢，第3款模组，我想要解决第3人称状态下玩家卡视角的问题。Shooter Serving Reloading 过肩视角是一个能够调整第3人称镜头以及人物位置，让画面不会挡到的模组。在游玩类魂宇宙以及实时战斗时，由于战斗动画是真的很棒而且我们也需要知道人物的走位以及怪物的位置，所以通常会切换成第3人称视角。但原本的第3人称人物是在正中央的，所以导致我们的后脑勺永远会挡住视线所以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决定装上过肩视角。你可以按下 F5 切换到这个模组新增的镜头模式，透过上下左右键去调整适合你的视角。你看这个画面，不觉得很像 ARPG 吗？接着第4款模组就是重头戏了。野生小怪个人不错，但地下城才是重点。Respawning Structure 重生结构能够让已被攻略的地下城在固定时间之后自动重生。虽然Minecraft的自由度很高但本质上还算是个建筑游戏，对吧？很难有传统 RPG 重复刷的副本机制。毕竟你都花时间研究怎么样对付怪物了，总要有让我们表现获得奖励的地方，对吧？所以呢，透过这层设定，我们就可以安心的抄家了。反正解构过一段时间之后，它自己会回复。纸片所谓的结构地下城是指向掠夺者前哨站、森林大宅、废弃矿坑等等的地区，而且模组的扩动性极大，只要你知道结构的名称，就可以直接去设定档将那个地下城新增到回复范围。我们也可以预期它很适合用于多人伺服器大家可以共用一个地下城，不用担心资源被抢走。不过假设你安装了其他的地下城模组，要怎么知道结构的名称呢？
Structure Credit 结构名称可以让你在进入地下层时，在下方显示出结构的名称。过往如果不靠模组，我们没有任何一种方式可以知道所在地下层的名称。对于进阶模组玩家来说，要调整设定是个麻烦；而对于纸片这种在拍摄上很需要前往到各种结构的人来说，也是很困扰。我到目前为止还是记不得 Main Shaft、Manson、Man Mount 这3种结构到底谁是谁哦。中介祭坛的 Stronghold 以及村庄的 Village 倒是记得很清楚。所以如果有一个模组可以让我们快速知道自己在哪里，是真的方便很多。结构名称就是这样的解决方案，虽然简单但很实用。除了结构名称之外，它会告诉你所属的模组到底是谁。再来呢，回到战斗上的小变化，我想要聊一下一个非常方便的弓箭轨迹。Trajectory Estimation 弓箭轨迹可以让我们在拉弓时直接在你画面中显示箭矢的飞行轨迹以及落点。毕竟常常我们在射箭时都是乱射，尤其如果你是手把玩家，要你拉弓击中敌人，简直就是个地狱。既然我们都已经用上这么难的 RPG 模组了，不如至少在射箭上就对自己好点吧。在设定中，我们可以选定轨迹渲染的样貌，例如白色虚线或稍微比较大有层次感的落点。确定可以击中生物之后呢，也会有声音特效，这些都能够很好的增加我们在拉弓时的确信感。再来下一款模组，满足了我当年对于麦块 Shift 键的想象。Simple Sneak 简单的潜行是一款能够让玩家潜行的模组哦，不只是蹲下而已哦，而是真正的潜行。当年第一次使用 Shift 键，我看角色蹲低低的，一直以为他可以隐藏起来，不被僵尸给发现哦。然后呢，我们可以偷偷绕到他背后偷袭，最后证实一切都只是幻想。而现在，这个梦想终于能够实现了哦。装上简单的潜行，我们就可以按下 Z 键潜行，角色动画变得像是偷偷的在走路一样。这时候呢，够能够侦测到的你的距离就会大幅度的减少。虽然跟目标中的走到背后就不会被发现稍微不同，但是也挺有那个方向了哦。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 RPG 内容。接下来在我研究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发现了很多超级值得推荐的辅助模组啊，这边大概整理成3个，下面介绍给大家。首先是建筑项的对角线墙 Diagonal Walls， 对角线墙是个能够让各种石墙实现对角线连接的模组。作为一款建筑冒险游戏，麦块的墙内一直都是只能上下左右高低6个方向进行连接啊。没有支援斜侧边的连接是蛮可惜的，毕竟麦块还是一款以自由度为名的游戏嘛。所以装上对角线墙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能够被解决。而且除了连接单一材料之外，不同材料的石墙也都能够一起连接。同样的手法，作者还有另外开发栅栏以及玻璃版本的哦，对，非常推荐大家下载。那接着主题回到冒险，想跟大家介绍的是走路痕迹。假如你今天正在地底挖空突然发现自己迷路了，该怎么办呢？原本玩家可能会直接往上挖，模组玩家则会在事前装上回家的道具，或是各种防迷路的指标。但今天这边想要介绍一款很暴力，但是又很创新的走路痕迹。它会透过穿透性的视觉记录你从起点到终点的所有路径，并且使用绿色到红色来展示开始与结束的方位。那天真的迷路了没关系照着这条路线走就能够直接回家了。最后的第10款模组，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所有人都能够用上的网路音乐。Net Music 网络音乐是能够把线上串流平台音乐整合到麦块的模组。我知道面对原版的播放机以及 CD， 大家采取的是一个无视的态度，顶多就当成成就来收藏，对吧？更多时候呢，我们把游戏的 BGM 给关掉，然后打开 YouTube、Spotify 听自己的音乐。但既然这样，咱们不如就直接把线上串流音乐的播放整合到麦块里吧。现在透过网络音乐的音乐盒，我们可以透过修改 MBT 的数据来设定光碟会播放的音乐，尤其对于中国网易云音乐的资源性更强毕竟这款模组就是由对岸鼎鼎大名的93君大大所制作的。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今天这里是纸片无妨的3月份以往我们都会介绍10个、20个最棒的新模组嘛，但近期呢，我反复观看自己的影片感觉有点小腻也觉得可以再更聚焦一点，所以呢，稍微转换成像今天这种比较有主题性的感觉。不知道你喜欢这种模式吗？以上我是纸片，咱们下次再见喽，拜拜。